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离线玩家 online 的频道。今天视频的主角是真我 GT7以及荣耀 GT Pro。它俩都是7200的电池，1.5K 的分辨率，并且呢最高都是144赫兹啊。电池有点小大，好吧，感觉今天会很晚下班了，7200有点恐怖。但其实他们差价也挺大，差了1000多块钱啊。你今天必须得全方位领先啊。我这个处理器也比它领先，我是8亿的领先版，太领先了。真我则是天玑9400加，也不差，好吧。那么相关的设置以及流程呢，我们打在公屏的某个地方。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不要忘记了一键3连关注。那么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测试吧。我现在已经来到粉店了，准备先吃个早饭。吃饭之前呢，我们就用 B 站看20分钟4K 60帧的视频。你那个壳为什么是黑色的呀？我买的不是白色手机吗？它标配就是黑色的呀，那我怎么办呢？它全系都是黑的。那你呢？你的白色为什么是一个透明清水壳呢？垃圾壳呀。刚刚我们把两台手机都开到50%音量，听了一下扬声器啊。音质的话还是荣耀会好一点，但是音量的话两者差不太多的。这非常明显的是上面那台荣耀要亮很多呀。对，我们刚刚已经开关过自动亮度了。那你把真我拉的跟荣耀差不多吧，我感觉真我有点暗了。差不多看了20分钟的 B 站视频，两台手机都是99的电。我们刚刚吃饭的时候把两台手机混在这里，发现荣耀的这个可视角度会好一点的，而且荣耀显得要白一点啊。我们都开了那个环境色自适应啊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打王者荣耀吧。我们先来均衡模式打一下王者荣耀，两台手机都是可120帧，加上极致跟 HDR 同开的，全部都拉满了。我们刚刚又重新开关了一次自动亮度，发现还是荣耀会稍微亮一点啊。我现在已经把这个真我给它重新拉高了，现在两个手机亮度都差不多的啊，一起拿下。感觉真我这个自动亮度有点灵敏啊，我现在亮度又下去了。我这还要手动调吧？在游戏里面锁一下吧。好的好的，这把游戏打了3分钟啊，我这个真我就已经锁110帧了啊！他不是刚进游戏的时候还有那个什么 GT Boost 的那个动画吗？对啊，它只是动画，我没有开的。这144赫兹，120都稳不住。废物。荣耀也是144啊，它是可以显示120的呀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它现在是103啊，104啊，就这么个帧率啊。荣耀是120啊。我看看，哦。对对对，没问题。这把游戏打了6分钟啊，真我现在是锁在100帧了，越来越低了。你要不要开？不开呀，我没锁，别开，不许开。第二把再开好吧，我看他能不能待会直接给我锁90。有必要跟大家讲一下现在的天气啊，现在是24度啊，是个阴天，虽然天比较亮啊，但是没有阳光直射啊。你为什么出汗了呀？汗流浃背了。你觉得它是热还是虚啊？有可能虚的成分多一点。第一把王者我们打了17分钟左右。荣耀呢亮度呢一直是没有变化，很亮啊，而且它的帧率也非常稳定。但是真我呢状况就比较多啊。首先它自动亮度呢就不如荣耀，我们是锁定了亮度，不然它会偏暗。并且它的帧率在2分多钟的时候锁了110，在5分钟的时候又锁了100帧。第二把呢，我们就把游戏模式打开，看它还会不会锁帧吧。刚我们打完摸了一下后盖的温度啊，是真我的要稍微高一点啊。它两台手机其实都是那种温热啊，没有烫手什么的。这真我不是号称什么小冰皮吗？我们这第二把就游戏模式，并且不带壳，好吧？看看它这个散热怎么样。但是它不是好像是全塑料的吗？叫玻纤。但你的边框是塑料的呗？那它被我贵1000多块钱，不就比我多一个金属边框吗？真的是。什么？我还有超声波呢。还有长焦镜头呢，还有超声波？是超声波吗？超声波。哦。你这把没有锁帧了吧？这游戏模式都开了，要是还锁帧，我说实话不用测了吧。怎么说啊？好像有一点点下雨了呀。快，等会儿赶紧转移一下。手机防水吗？雨下大了，店家都把外面桌子收起来了，我们都站在那个别人家的房檐下。这把游戏打完了，一共是15分钟，两台手机的网络和帧率都没什么问题。现在荣耀还剩90的电，真我还有89%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测一轮信号吧，我们就手持了啊。我们几乎是同一时间在微信里面拍了1分钟的视频啊。现在我们点击发送，走。哦，真我是没有导出的这个过程啊。哦，真我发完了。哇哦，怎么说啊？荣耀发的也很快，可你整体是比它慢的呀。导得慢一点了。现在我们来下载一个1G 大小的文件啊。两台手机都是联通的5G A 啊，来3、2、1，走。下载速度两台手机差不多啊，都是10兆左右。就两家的广告感觉长得不太一样啊，都挺显眼的。擦掉。不感兴趣。哎，你的呢？我不知道怎么操作啊，有点麻烦。这两个的速度在5G A 的这种网络下都挺慢的吧？很难说谁会先下完，好吧？肯定荣耀先下完。你看。啊，荣耀下完了。慢个5秒钟吧。现在我们使用电信卡打电话，联通卡上网来刷一刷抖音。
我刚看到你们两个的 ID 了，我受不了了。 ID 怎么了？很好啊。两台手机刚刚都在某一个地方卡了一下。我怎么感觉荣耀多一点呢？你看荣耀卡的是多一点啊。左边这台是荣耀啊。我们刷快点吗？刷快点。就是你啊。是荣耀会稍微显得多一点啊。快闪的话就是都会在一个地方卡住，但是荣耀还是显得卡的频繁一点啊。我刚刚那个好像刘亦菲哦。现在我们使用联通卡打电话、电信卡上网来刷抖音。别点赞了，好吧？你看，还是左边这个荣耀会稍微显得卡一点啊。你看，真我虽然也会卡吧，但是没有荣耀这么频繁啊。那再刷快一点。整体来说的话差不太多，但是我觉得荣耀是会稍差一点的啊。我也被咬了。好痒，我操！测完信号之后呢，这个天也是变好了，雨没有了。但我们现在要去如测一下，好吧？刚刚测完信号，两台手机都是掉了2%的电。现在荣耀是88%，真我是87%。我不去如厕，我不去。他刚刚在吃粉之前就去上了，然后他跟我们说附近的厕所很脏，所以我们要走到一个远一点的地方再去上。我们现在两台手机用高德地图步行导航去它吃甜品的地方。现在左边是荣耀，他们俩亮度应该是差不多的吧？我感觉荣耀还是显得稍微亮一点，可能是它这个环境色自适应没有那么黄吧。我们刚过了个圆盘啊，现在荣耀的实时位置是对的，真我还是识别我在这个弧线上，然后现在导航是让我们往右转，我们不小心走错了，选择了左转。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吧。我们在这条路线上走了快20米啊，我的真我才定位准确了。但此时呢，我的荣耀已经重新规划路线了，知道我走错了，现在让我一直往前走。先人一步。那我往前走了。它的实时位置是对的，但是一直不重新规划。他都已经过那个门了。对了。没救了，还没变。他在这里还没对，我们听不到他说话了已经。哎，你别走了，我们过来了。我这走了有30米，我位置还没规划，这咋办啊？还好你的实时位置是对的。感觉也变得很慢，我说实话没有跟，就是我走的时候它位置只是不变的，它跳来跳去的。那我怎么办？我还要往前走啊？别走了嘛，一起走吧。我又往前走了5米啊，这个真我才规划，这差距有点太大了啊！废物。1000多块钱，理解万岁啊！我们现在已经右转到另一条道路上了，这个荣耀是识别它到了对面去，就是导航规划的那个错误的道路啊。真我更离谱啊，它还显示我在刚刚那条路线上，根本就没有变。你这个太慢了。对啊，它这个定位精度不太行啊。我们现在看一下亮度吧，很明显是左边的荣耀会稍微亮一点啊。哦，荣耀拉满的。哦，真我还差一点，你拉满，真我拉满了之后是真我亮一点了啊，但是就是你刚刚那个亮度其实是合理的。对，它的自动亮度还是比较够用吧，只能说。对，大家看这个进度也可以看得出来是真我这边要落后啊，它还显示我们没有右转呢，但荣耀这边其实已经识别到我们要直行了。那我们就往前走吧。我们现在一边走一边刷一下美团啊，把高德挂在小窗，然后现在真我的位置是跟荣耀刚刚一样了，到对面去了，它终于变化了，但是变错了。谁的爱车？不是你的。哎呦，这不是我的吗？这我另一个家啊。我们在这个道路里侧走了100多米，两台手机的实时位置都终于对了，现在他们俩也都保持住了。我们现在又走到街边的地方了，两台手机的，荣耀的位置还是对的。真我刚刚跳回去了呀。好，然后现在两台手机的亮度还是荣耀更高，感觉真我自己又降了啊，它只拉到了1半多一点，但荣耀几乎还是拉满的，差一点点。它又降了一点了。我们自己慢慢降呢。降到大概2/3的样子，还是比真我要亮一点啊。你妈呀！都没有出现那种白色的啊，都还算比较好的吧。OK， 走了。真我是开启了这个增大亮度范围的啊，但是感觉不知道是不是今天不是特别亮的原因啊，它拉不满啊，然后它呈现的自动亮度就是没有荣耀亮。之前听说这个增大亮度范围是要手动才有用哎，但你看它现在的自动亮度已经超过它的正常的最大范围了呀。但是实际上它这个亮度呢，在我们今天这个环境下呢，也还是不够爽的啊。理解万岁，差1000块钱呢。我们又过了个马路啊，现在两者的位置都是错的，但是真我刚刚短暂的对了一下，亮度方面的话，现在是真我更亮啊，怎么回事，荣耀？我感觉荣耀是不是锁了最高亮度？你这不是拉满了吗？有点拉不上去了，感觉比之前好像暗了一点。你重新开关有用吗？
好像也没有很亮啊。现在真我这边是要亮一点的。你拉满了吗？哎，你看还差一点。但是它也会自己往下掉，手动拉满会更亮。手动拉满之后，这个亮度就非常的明显了啊。2台手机现在都是拉满的。今天都没有佯装直射，这荣耀能锁亮度，我是真没想到。我也没想到，好吧，真我现在居然反超了。我们在这个路口走了20-30米啊，荣耀的位置都是对的。刚开始拍，真我就对了，太棒了，他很爱表现啊。但他前面是不对的啊。我们现在又过了个马路啊，现在是荣耀的位置是对的，这个真我又错了呀。其实刚刚上一节一直都是荣耀的位置是对的。对，它的定位比较稳定，但是真我呢就会反复横跳啊。这个真我呢，虽然它的现在亮度更高啊，但是这个导航的精准度明显是不如这个荣耀的。哎，上次调理一下吧。真我没有任何变化，还是在对面啊，定位是错的。荣耀的位置一直是对的，完了。OK， 荣耀一上来就错了。调好了，真的吗？你看，啊，直接就过，又短暂的好了一下吧。你得进去才能好。赢了。荣耀是错的，本来就不需要调理，是调坏了。矫枉过正是吧？我感觉真我的这个定位是真的有点问题啊！我短短的30-40秒之内，我看到它从左到右飘了4次、5次了。他现在又是对的啊。对啊，但他一会儿又会回去呗。对啊，就一直在反复横跳。荣耀现在就没问题了，一直都在这边了。OK。延迟调理。我发现荣耀在我们导航了25-6分钟左右的时候，它现在亮度恢复了。啊，你看荣耀现在还是没有拉满的，但是它已经比真我要亮了。我们导航了33分钟，现在已经到达目的地了。整个导航过程呢，定位精度都是荣耀要更好。这个真我不知道什么情况，就是它会飘来飘去的，不够稳定啊。而且感觉到反应也要慢一点。对。可是呢，现在真我的亮度又比荣耀要高一点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吧。啊，荣耀也是没有拉满的，真我其实比刚刚还满一点了啊。那它现在亮度确实是会高一点。现在真我还有78%的电。荣耀是79啊，现在是中午的12点22分，我们今天用了1小时52分的手机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去厕所测一下2台手机的信号吧。他顺便也吃了甜品吧。对。逮捕你们2缺1，我3缺1。我们已经都打开了那个环境色自适应的选项了。荣耀这边叫做自然色彩显示，可是2台手机它们现在的色温差距很大，荣耀这边就偏冷，真我这边就比较暖了。我们先用联通卡打个电话，可是现在荣耀这边显示的是联通4G， 真我这边居然还是5G 呢。3、2、1，走。啊，荣耀这边先通了，真我有点打不出去哦，它这个5G。我说你也打不出来了，为什么要用野呢？哎，它4G 了，它4G 了，哎，好。你上次用的手机就没打出来。你看这边它，哎，它自己结束了，那就没了。现在我们用微信发一个表情，3、2、1点。完了，全军覆没了。哦，荣耀发出来了。它又回5G，哦，又变4G 了。我看真我这里有信号显示，但它的信号特别差呀。怎么啦？又要差1000了是吧？现在我们进微博大概有10几秒了，这2个怎么说呢？哎，你看它又回到5G 了。哎，刷出来了，真我这边是能够刷出来东西的，但图片加载不出来啊，信号还是比较差的。这2个都是缓存的啊。当前无网络，点赞都点不了。哎，行吧，那他们联通都挺差的。现在我们已经切换到电信卡了，先来打个电话，3、2、1点。切过来1分多钟了。哎，耶，荣耀怎么回事啊？啊，真我已经通了。荣耀的联通这是什么？啊，它也通了。你别管它联通是什么，现在是电信啊，都通了啊。但它出现了一次自动挂断啊。现在我们使用微信发3个表情啊，3、2、1点。啊，都很快。现在我们微博来刷一下同城啊，都出现了相同的内容，但是加载没出图片。我出了，荣耀出图了。来，重新刷新，来，3、2、1，搜。真我会快哦。哎，这个真我在电信上就反超了啊！行不行啊，荣耀？你怎么出不来了你啊？出不来也是有问题的。你再刷新一次看看。不服是吧？啊？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啊？刷抖音吧。有什么问题啊？有什么问题啊？再见。完了。网络不稳定，荣耀。
哎，荣耀这个电信怎么这么差呀？哎，真我是刷出来一些东西了，稍微好一点吧，但是哎，终于动了，好。这个好，这个好，点赞失败。好的。但是这个厕所呢，两台手机联通信号表现都挺差的，但是荣耀会稍好一点。电信的话呢，真我会比荣耀要好很多。现在我们已经到这个地下车库啊，准备扫一下这个墙上的二维码，都是用微信，两台手机的网络全都是联通的4G 啊。来，3、2、1，走。啊，几乎是同时扫到的啊，速度没什么区别吧？现在我们离那个二维码大概有4、5米的样子啊。来，3、2、1，走。哇，真我放大了。哦，荣耀也放大了 ，OK， 但好像都有点扫不出来哦。哦，荣耀扫出来了。然后大概往前了2米吧，怎么回事？哦 ，OK， 大概差了半米的样子。我们现在又到这个很暗的地方来扫一下这个二维码啊，大概1米的样子，还是用微信，是由一个人拿的啊。来，3、2、1，走。左边是荣耀，啊，荣耀会快一点。真我为什么进去这么慢？这网好差啊！但是扫的话好像速度是差不太多的，甚至真我要快一点啊。现在我们离那个二维码大概有3米的样子了，还是微信，左边还是荣耀。3、2、1，走。一个人拿的，但是都扫不出来呀。那再往前吧。哎，继续哦，真我扫出来了。我怎么感觉荣耀这边就是糊糊的啊？但真我进去还是挺慢的。就在这个位置啊，也看不着了，就扫不着啊。你再往前，再往前。不是，哥们儿，算了吧。啊？在这别慌。它就是有点扫不着，而且它对焦感觉有点对不到，就没对到二维码，对到后面去了。现在我们来打微信视频通话，现在都是前置。可以看到就是荣耀这边默认是有一点美颜的，然后显得人比较白一点啊。真我这边呢就相对来说真实一点啊，几乎没有美颜吧，感觉不到啊。然后视角上的话是荣耀这边会稍窄一点点，看一下这个后置镜头啊，非常明显就是真我这边视角要广很多。其他的方面倒是没有很大的区别吧，我感觉清晰度好像是荣耀这边稍好一点啊，我后面的字感觉看得清楚一点，那个招牌上，其他就是安卓的正常水平吧。我们打10分钟的微信视频通话，现在来到北辰了。现在这里是阴天，我们就不刷5分钟的微博了，等会儿直接给大师拍照拍视频吧。我们今天就先开始录像啊，4K 60帧，荣耀默认的 HDR 就是关的啊，那我们就也不开了。我现在慢慢的向它走过去。我从这个取景器上看的话，荣耀的颜色要准一些啊，它这个衣服是藏青色的，真我这边就显得这个衣服颜色特别深啊。可是人脸来看的话，是真我要好一点啊，荣耀这边感觉美颜美的有点过了，可是衣服颜色是荣耀准的啊。我现在在慢慢的转圈，大家看一下这个防抖怎么样啊？我的感觉是荣耀要稳一点的。这个真我感觉这个过程中有点晃啊。现在我离远一点向它跑过去啊，开跑。现在在跑着转圈。哎，大家感觉到谁会比较稳呢？我看一下，荣耀这边是显示有0.5倍、1倍跟3倍啊。真我呢就只有一颗主摄，就是1倍跟2倍了。看一下荣耀能不能切换镜头啊？拍摄过程中是可以切换的，4K 60帧，很明显是切换了的。真我这边就反正只有一颗镜头，也是裁切的。剩下的40秒我就拍一下你啊。现在就感觉这个真我人脸要真实一些，但是这个衣服的颜色很明显是荣耀这边感觉是要真实一点的。真我这边显得你这件衣服好蓝啊，裤子的话就是真我这边显得要真实一点了。我们准备来自拍一下，可是大家可以看到右边的真我最高只能1080P60啊，但是荣耀这边是可以4K 60的，大家看到了吧？那我们就拍1080P60吧，没办法了，它不能拍4K 啊。我感觉这个肤色的话，荣耀看着有点惨白呢，确实，真我就看着有血色，真实一点。而且真我这个取景框感觉是要更广一点点的啊。防抖的话还是荣耀更好。我们现在要拍一下优雅小宝的人像照片呢。很明显的就是真我呢只有1倍跟2倍了啊，但是
荣耀是有1倍、2倍跟3倍的，那我还是要拍3张，好吧？真模怎么办呢？我就拍2张2倍的吧，那没办法了。荣耀这边的美颜，它一开始会问你开或者关啊，但它默认是在开的那个上面，我就直接点开了啊。我觉得他们的人像在取景器上给我的感觉还是像刚刚录像一样啊。荣耀为什么就感觉这么惨白呢？而且它还是什么雅固生动什么人像，好像是这个模式啊，它默认的。我在拍的时候感觉荣耀的这个3倍，它的那个虚化，它的耳垂那个部分就一直在给我反复横跳啊。你能拍到吗？它这个耳垂，左边的耳垂这里，可以看到吗？哦，他在抽动他的耳垂。对，它的耳垂在抽动，好奇怪啊。但是真我这边因为它只有2倍啊，而且感觉这个虚化也不是特别的明显吧，所以就并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。好，我再拍一下他们2个的合影，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在这个环节送上大家对诚挚的祝福啊。接下来我们来拍一下景色啊，还是先拍这边的这几栋建筑啊。荣耀这个超广角好广啊，超广角就是要广啊。我觉得从3倍往上这个解析力真我就没法看了呀，便宜1000吧，好吧，理解万岁。荣耀是有长焦镜头的。啊，荣耀它在6倍有一个档啊，那我就拖到6倍。这个场景我就只拍到10倍了，看了一下成片解析力的差距还是挺巨大的。刚忘说了，荣耀在这边呢拍景色我们就用的是鲜明啊。再拍一下这边的这几栋楼吧。在拍这种建筑群的时候，荣耀这个超广角是真的好用哎。可是荣耀感觉它这个颜色拍楼的时候就不是很自然了，它可能是屏幕本来就偏蓝，所以就导致它这个照片从取景框上看上去就是很蓝啊。他们这一组长焦我就直接用6倍拍了。真我的有一个体验跟上次差不多，就是你拉到比较高的倍率的时候，你在动的时候它其实是模糊的，你要稍微稳定一点，感觉它那个算法才会加入进来，就会显得清晰一点啊。我觉得长焦好像没有什么好比的。由于这2个手机呢，确实可能拍照的差距比较大啊。远处的长沙音乐厅拍还是拍一下啊，让大家看一看嘛，毕竟差了1000多块钱啊。荣耀是识别出来蓝天啦，但其实今天这个天并不怎么蓝呐。挺阴的呀，黄黄的，阴阴的呀。2倍我们就不拍了，直接来3倍，然后直接来10倍啊。真我这个10倍就已经有点搞笑了，我看真我最多能拖到多少？20倍，那就只拖到20倍了。20倍好陡啊，这个真我啊，荣耀这个20倍明显就稳多了。它在20倍的时候提示我可以打开 AI 超清长焦啊。我先拍一张没有开的吧，再拍一张开的。真我也多拍一张，好像有点飘雨了，朋友们。荣耀我就多拍一张 AI 超清长焦的。哇，快走快走，感觉下大了！快跑快跑快跑！拍2张叶子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就不用超广角了。然后真我就用2倍，这个荣耀我就用3倍了。我操，下大了！快走快走快走！很烦，朋友们啊，就是天其实还是挺亮的，但是它就是突然会飘一下雨啊，很烦很烦。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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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然后我们再坐电梯，干什么？走那边不是更快吗？你领我这走的。大家可以看到吗？左边是荣耀，右边是真我啊。他们这个超声波指纹的位置，荣耀的要稍微低一点啊，真我这边明显就要高一点啊，这个位置啊。我们已经到这个下面来了，这里是可以躲雨的，雨现在稍微有一点点大，我们还拍一下微距吧，看一下荣耀这一颗有没有微距啊。哎，我把它微距模式关掉，我对的是这片叶子啊，荣耀在这个位置用它的3倍关掉的那个微距模式的开关之后，是可以对到焦的，真我就没有长焦镜头嘛，我看一下它会不会跳微距模式。这个可以拍得很近哎 ，f1.8 是主摄啊，它这个主摄踩到2倍之后，会比荣耀这个近很多哎，而且这个颜色啊，这个荣耀不知道是不是识别到绿叶还是什么了，就特别的蓝啊，感觉很假啊，但是真我这边就还蛮真实的，就是这一片叶子啊。我们刚刚在这里拍了25张照片，并且拍摄了2分半4K 60帧的视频，现在真我还有67%的电啊！荣耀只有66了。现在是中午的1点半，我们今天用了2小时40分钟的手机。哎，天晴了，雨停了，感觉我们又行了。现在我们准备去吃饭啊，吃饭路上呢，我们就先打开金铲上啊，来吧，等饭期间我们就给它铲了。这2台手机呢非常之厉害啊，是可以开到144赫兹加超清加至帧的，这应该是我们频道有史以来测过这个负载最高的金铲上了，很期待它能掉多少电，好吧？我们才打了一会儿金铲铲，我发现这个荣耀屏幕是不是有点暗呢？确实，它比下面的这一台真我 GT7 要暗一些哦。荣耀都拉满了，你又是拉满了，你这个亮度。我真我才打到哪儿啊？又锁亮度啊！我真烦。我在玩的过程中，隔着真我这个厚厚的黑壳，我都明显感觉到热量啊。我们要不摘壳打吧？你热吗？荣耀也有点热，主要是屏幕太暗了，它现在。那倒没有啊，我真我还是挺亮的。真我还是比较亮一点。右边的是荣耀，这边这个真我是要亮一些的，荣耀是要稍暗一点的。
啊，8亿行不行？还领先版，领先个屁啊！领先。哦，有这么烫的，有这么烫，有这么烫。哎呦，你这个荣耀更烫啊！你这个边框啊，因为你金属的可能导热好一点，但是你屏幕不是没它亮吗？不知道呀，都导出来了呗。人硬要讲是吧？特意给你多装点饭，你要感谢我吗？吃不完呢，你怎么可能吃不完呢？肯定吃不完，这不浪费了吗？都吃不完。我这把游戏快结束了，我发现荣耀屏幕突然变亮了。比一下看，它现在还是没有真我亮，你看。又暗了。啊，好像是右边暗了一点。这把金铲战我们打了35分钟啊，现在真我还有50%的电。荣耀是49哎。哎，我说实话，我这全程的亮度都比你高，我掉电还比你少。发热呢，也是你更严重一点。你这什么情况啊？各方面都被我碾压。你那说不定热是散不出来的。它散不出来，应该加亮度好吧？对呀，那我亮度很坚挺啊。我觉得可能这个小冰皮真的有点用，好吧？它散热说不定是比它好的。那么接下来我就把手机这个大师来拍一点照片。刚刚2台手机已经散了一会儿热了，我刚拿到手的时候呢，确实是这个荣耀啊要稍微热一点，但也就是温吧，因为今天这个天气本身也没有很热啊。好的，那我现在就开始拍照了。这个荣耀它已经给我显示了美式模式，但它还是很丑，我觉得你们可以看一下，好寡淡啊！然后你再看真我，这比较接近实际啊，这荣耀拍出来太淡了吧？好，那我现在来拍啊，1倍拍全部，2倍拍单张。这荣耀10倍到美食怎么拍出来还是这样子呢？我来看一下成片，你看从他们的屏幕上看是个什么情况吧？我的天哪，这荣耀怎么冷成这样？如果成片最后跟大家看的不一样的话，这个荣耀就是区别太大了啊！2倍拍单张，今天的菜长得可能有点像啊，因为我们在吃烧腊。我只能说这个荣耀呢，我知道从这个屏幕上看，它应该是我填过这么多手机里面区别最大的了。这个屏幕显示出来，我觉得是最难看的。雨下大了，你们要挪位置了吗？我已经拍完了。现在外面雨又下大了，我们又回到室内了。2台手机就看 B 站的1080p 原画直播，并且打开弹幕。现在在这个亮度情况下，还是真我要高一点啊！你这个怎么回事啊？你拉高吧，这还不够啊！我不就比你亮，怎么办呢？这段期间我们已经开了半个小时的直播了啊，现在真我还有45%的电。荣耀只有43了，现在是下午的2点51分，我们今天用了3小时53分钟的手机了。换换机吧，啊，勉强换一换吧。垃圾荣耀好吧，亮度也不行，这怎么敢卖3000多的呀？啊，差1000多块钱，我觉得我这真我体验也没有很差啊。你锁针啊？绿厂的一个问题，那 X8S 它的标准模式也锁啊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就是策略问题。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去坐地铁了，先刷一会儿抖音。哎呦，哎呦。他不是刷你的吗？哎呦！哎，你们2个谁也别说谁的这个事情，好吧？刚刚从饭店出来，感觉有点冷啊。今天气温最高报的是28度，但是实质上最高只有24啊。现在又降温了，现在只有22。早上还在出汗呢。看了10分钟抖音了，现在换到小红书了。看一下检查，你的非常健康。吸烟、电子设备声音外放等行为，下车。变身类型，请站立5号。换淘宝啦，刷了10分钟啦，来，看看你的，不臭，你脚臭是吧？哎，五一广场，哎，有点加载问题了，看你的。哦，荣耀这边没什么问题啊，因为现在在五一广场这个人很多的地方。你这边呢？现在好了吗？现在好了，我们看了差不多30分钟信息流，从地铁里出来了。在五一广场的时候，这台真我刷淘宝的时候稍微有点加载慢的情况，现在真我只有40的电了。哎，荣耀现在也是40%，现在下午的3点23分，今天已经使用了4小时23分钟手机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使用百度地图穿一下南门口的巷子。我不进去了。他今天怎么在那里啊？躲雨吧。这个树又变绿了，跟你的头一样。它换招牌之后，我都不是很想拍它了。我们走到一个比较亮的地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这个真我的亮度啊，右边这台它亮度是比较高的，这个荣耀怎么亮度又低了呢？其实我觉得荣耀已经很亮了，我看得很清楚，但没想到真我还这么强啊，而且它没有拉满。对，真我是差一点拉满的，荣耀已经拉满了。继续走吧，变成你一个人拿2台了。他回家了。回家了。啊。哦，他确实到家了。我们刚刚在这个外面等啊，就是荣耀它到这里就是显示了601米，但是真我呢，它是从711米，现在变成了717米了。就是我们站在这里没动，然后它多加了6米，也不知道加到哪去了啊。朋友们，这个真我是真的多多少少有点问题吧？
我们还站这没动啊。你看荣耀就601米，它掉724了，然后它这个箭头在抽动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吗？它现在好像又不抽了啊，有一点点微抽。我们步行轨迹记录了10几分钟啊，现在到达目的地了。来看一下两者的起点，首先是真我啊，这个我真的笑死了，它怎么可以偏这么多啊？太虚空起点了吧？我们是在这个荣耀这个位置啊，荣耀这个位置相对来说是准确一点的啊。像这个它怎么就到马路这边，并且飘了很远了啊？受不了了。好吧，我们往后吧。你看它这个轨迹直接就从这里上去了，最离谱的一次、啊，直接穿出来了。来看看你的，不是完全在路上，但是还行吧，比他好多了。这个真我什么意思呢？不在路上，直接看回头路吧。非常接近荣耀这边的这个路线啊，中间有一段其实是差一点就要交错了。但是这个真我是什么意思呢？纠缠上去了。但是他们的回头路都不在路线上吧？怎么都穿楼了？就是稍微往旁边偏了一点，但是荣耀这个表现还是不错了，至少这个轨迹是对的。这真我什么意思啊？继续走吧。这个真我就没有一刻在路上呀。你看荣耀这里还是比较正确的呀。这个穿楼，你这是什么？我确实穿楼啊。你这穿的太离谱了，我这个好歹还靠近楼这边啊。这真我跟荣耀走的真的是一条路线吗？好，再往后，雨上托你。哎呦，这个荣耀全是错的，还是比较准的荣耀。这个真我，你在干嘛呢？天哪！两个楼之间吧。你去哪儿了？你去哪里了？你怎么到69度那边去了？我们是在这个69度下面这里的。你去哪儿了？我去，你这绕了太多了吧？可能是我们在这里见过最离谱的一台手机了。啊？那荣耀是对的呀。荣耀是对的，荣耀是对的啊！难怪他要给你换手机，我跟你说。这是咬准不死那里。对。我们不是这么走的，这个路线是对的啊。这里就是有人回家了嘛，在这待了一会儿。你看荣耀这边就是很正常的，我们在这停了一会儿嘛。你在这边自己走了10多米，在这边绕圈圈呢，一点儿不在路上呀。最差的一个了，真的是。五塘街这种开阔地方啊，它也没有在路上啊。荣耀这边还是比较接近路的，我们是贴着那个稍微靠右边走的。太差了。哇，这荣耀完胜，好吧，这个1000块钱的差距在这里看得非常明显啊。我觉得它虽然卖2000多，但是它这个好像是最差的吧？最差的我，还比不过千元智能。现在真我还剩35的电。荣耀还有36的电，现在是下午的3点44分，我们今天已经使用了4小时45分钟的手机了。啊，续航还可以嘞。好的，现在我们打车了，准备去河西，途中会进入南葫芦隧道，重点专注他们俩在隧道里的表现。现在左边还是荣耀，他们俩线路都是一样的，并且都有3D 车道机导航。同时都识别到了在主路上，应该是。反应还算迅速吧。现在我们进到辅路里了，2台手机都没有识别到哎。我们在辅路上面行驶，我们现在准备要左转呀，导航让我们直行。等会看看他们俩谁反应快一点啊。我们刚刚都开关过自动亮度啊，还是右边的真我会稍微亮一点。我们现在正在左转，我们已经左转过来了。2台手机几乎同时识别到了。我们现在马上就要驶入到隧道了。我们现在也在右面的这个车道上啊，2台手机都识别对了。我们已经进到隧道里了，2台手机都在隧道定位中。现在我们还在右侧车道呢，他们俩怎么都在左面了？他们俩这个进度还是稍微有一点差距的。真我怎么像不动了一样，一直在这个1公里了。他刚刚确实没动，跳了一下。现在我们正在这个弧线上行驶，2台手机好像都有一点滞后哎。我们已经并到左边的车道来了，我现在准备要进入到左侧的岔路口了。他们俩距离这岔路口都有一点远。我们现在已经到左边岔路口了，他们俩还没进来，同时跳了一下。我就知道。哎呀，这2台手机表现看起来都不大行呀。好的，我们马上就要驶出隧道了。我们现在正在汇入主路啊，这2台手机又快进了。从隧道出来之后呢，2台手机表现又都还可以了。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到目的地了。我们导航了15分钟，现在已经来到目的地了。整个导航过程中呢，直路上2台手机都没有什么问题，但在隧道中，隧道的直路上是荣耀的表现好一点啊。真我出现了一次短暂的暂停，而在岔路口的时候呢，2台手机都没有识别出来啊，都是直接的一闪而过了，表现一般般吧。现在真我还剩32的电，荣耀还有33%。现在是下午的4点07啊，我们今天已经使用了5小时1分钟的手机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扫一扫2维码，然后去输液喝点东西吧。刷新了啊，刷新了。你为什么胸肌越练越大了？为什么要练胸肌啊？
那这不就是正常的练法吗？你想吸引谁啊？你猜一下吧，现在有多少？这两个手机的电池这么大，我觉得应该都剩30%吧。真我是31，荣耀33，差不多。哎，差不多啊。我们现在用支付宝扫了共享单车二维码呀，右边是真我，松吧。哦，真我感觉要略快一点，可是它有广告，怎么说呀？整体来说挺快的。下一个，奶茶店门口再扫到二维码，右边是真我，松吧。是感觉真我扫得快一点。哎，怎么现在这个荣耀的亮度又感觉比真我高了呀？啊，大家看到没有？看一下亮度看，是荣耀，我这没看是荣耀亮一点。肯定是荣耀亮啊。嗯。啊，真我现在亮度好低哦。啊，它自动亮度就是拉得很低，它觉得不用这么高。我们已经到达这个信号比较抽象的书艺烧仙草了。现在左边的荣耀呢是联通的5G 啊，哎，可能是陷阱。右边的真我呢是联通的4G 啊。我们刚刚已经在微信里面拍摄了1分钟的微信视频呢，是同时拍的。来，上午是荣耀有导出吧？对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一次会怎么样？3、2、1，点。啊，都没有导出了。耶，这个4G 还快一点。很快，真我很快。上午也是真我爆杀，但是这个荣耀的5G 也没有很慢。这就是哎，它回到5G 了，它回到 5G 了。真我赢了，真我赢了，真我赢了，它回到5G 了，它也啊，它比荣耀是快一些的。荣耀大概慢一个7、8秒钟。我们再来下载一个300兆的视频素材，现在2台手机全都是联通的5G 网，看他们谁快啊！我天，哇，是有大广告的，好大的广告。这边就是很多啊，这边就是大。等一下，很快，这是真5G 10几兆。哇哇！秒了！哇，这荣耀秒了呀！哇，它是这边最快的吧？我跟你讲，这跟早上在外面还差不太多。真我这边也是5G 啊，真我这边现在20兆。又哇，到10兆了，好快哎，结束了。结束了，哇，这是最快的荣耀 GT Pro 啊，是我们在这个信号抽象的数据上下荣耀这个载最快的。荣耀这个是没有环境色自适应是吗？啊，有，感觉跟没开一样。哎，这边下完了之后，感觉真我的速度，也没有变快吧？没什么好说。不等了吧？我们现在来打王者荣耀10v10啊！我们先开均衡模式，看看真我锁不锁帧，好吧？然后游戏设置呢，还是120帧加 HDR 加极致的画质。另外，荣耀这里面是有一个渲染加速，有一个高帧率的，这个其实就是它这个插帧技术，我们就不开了。这个开了之后，它会降低功耗，我们就直接拉满。你要不剃个光头去 cos 一下，我觉得还挺适合你。等我秃了我就剃光。你也快了，你自己看看。说点好话吧。我买瓶米豆第二给你，好吧？哎，今天换你压力塌了呀？那谁坐我旁边，我压力谁？你这个套怎么就套在这个蔡文姬身上啊？你还吃了一只大鸟。你成分好复杂。哎，现在打了2分钟，真我已经115帧了113，要掉了。缓慢再掉，112，又锁住了呀。锁住了。113了啊！这都没有打团啊，就正常对线啊。你不是还想相信他一下吗？啊，他说不定也掉了呢。荣耀还是稳在120的，哎呀，但是它的网络不是很稳定啊。我刚刚有很多次就是有轻微卡顿的现象。不到3分钟，110帧。好的，如出一辙。看来是没救了。你是感觉不跟手吗？可能是网卡的原因吧。就它虽然显示绿色，但是我实际上是感觉很卡顿的，而且它出现了红色的好几次，黄的好几次。我觉得网络还可以啊，一般都是50多的延迟。打开游戏模式吧，好吧。我不，你别不了，你等下就要锁100了。我要让他锁起步式。他对真我好像有意见，你感觉到了吗？你就是想黑真我是吧？实事求是，我要看他实际表现怎么样。现在我就锁110，到100。现在110好像稳不住了。他本来就要锁到100的呀，上午就锁了。你在打之前是说你想看荣耀锁不锁啊？你看荣耀锁不锁啊？等一会儿就锁了呢，说不定。啊，不会啊，上到8亿就是牛。你用起来感觉怎么样呢？我倒没有拿这个打过游戏啊，但是凭经验来说，我觉得绿场的均衡模式就是很怂啊。这把游戏打了不到5分钟，真我稳定100帧了。哦，100帧都稳不住了，红了，黄了，99帧，100帧，好。啊，再徘徊 ，OK。荣耀网络跟帧率都非常稳定。现在这把游戏打了6分半呢，这个真我好像马上要锁90了，而且这个网络也不是很稳定。这都没有发热，不可能发热啊！这打6分钟王者怎么可能发热啊？今天很凉快的，就是纯粹的怂啊！怎么感觉谁坐你这边谁就差一点呢？是你的问题啊！你不是也用绿场吗？那我用绿场，那我也改变不了它。7分钟了，锁90了，稳定90了。看看啊，91，OK，还红了，还红了89。荣耀就一开始的网络不行啊，现在帧率跟网络都没什么问题啊。这把游戏打了8分半，最后的1分钟的时候，真我连90好像有点稳不住了。哎，这均衡模式太差了吧，而且它网络后面也很差。网络跟帧率都非常稳。现在我们就开游戏模式吧，迁就一下这个废物真我。
GT 模式 HDR 画质，极致触控，高刷新率，别叠 buff 了，你确定啊？就这么满。我给荣耀开启了触控增强跟画质增强，这个什么稳帧跟帧率的这个我就不开了，我怕它搞什么插帧这些来降空耗。来吧，你们第2把开始之前把壳摘了，让他来摸一下摸一下荣耀，啊。不烫啊，真我也还好，但是比荣耀稍微热一点点。但是你知道我们周末玩金铲铲的时候，其实是真我要凉快一点，而且它亮度还比荣耀高。他们不是官方说这个后壳有什么散热小冰皮啊，啊？对，好像真有点用好。像有点用。它这技能一个不躲啊，我就爱吃。我操，快跑！现在又知道躲了，不爱吃了，吃饱现在了。吃了该死了，不能吃了。我开了游戏模式之后，明显感觉这个真我在慢慢升温呢。之前只有90帧啊，那120帧热点不是很正常吗？不要乱黑，它上一把游戏的前2分钟也是120帧。 2分钟已经很厉害了。是吧？游戏打了4分半了，这个帧我怎么113帧了？啊，等会儿113， 106、107。完了，110帧都稳不住了，比刚刚持久一点吧。你开了一些那种增强之后，开的游戏模式，感觉也稳不住啊。荣耀的帧率跟网络都没什么问题啊。你不是也开那个什么触控增强和什么帧率增强吗？我说81领先版，遥遥领先啊。这把游戏打了7分钟了，帧我100帧了。97啊，渐渐的100帧稳不住了啊。哎呦，这把游戏打了10分钟了，这个帧我差不多是锁90帧了。现在在92帧啊。这性能模式也不是很性能。反正是比刚刚那把热。我刚刚发现这个帧我的超级 HDR 给我整个原始画质了，是不是发热掉了？我再打开，现在帧数还是90帧。我看看它等会儿这个画质会不会再给我变回去。输了这。个大招好帅啊，但我死了。你们不是输了吗？你在帅什么？就是你把那人头对着别人。打了2个4血，没人上来。快摸摸温度，来这把游摸摸摸戏打应该打了17分钟左右。我先摸，我觉得会冷一点。这把它开了游戏模式以后，确实会比上一把要烫一些了，背板和边框都更烫了。真我的话，边框没有荣耀烫，背板比荣耀要烫一点，可能因为边框是塑料的，它不导热。第2把手机时我们打了17分钟，荣耀的帧率全程都能稳在120帧。网络的话，最后是出现了几次红黄的现象啊。真我这个帧率都不想说，我们开了游戏模式，感觉就比竞合模式稍微晚锁帧了一点点吧它。就一直在掉啊，而且开的这些东西呢，它自己也会掉的啊。就是这 HDR 画质，它莫名其妙就没了。现在2台手机都有点热，我们稍微再散一下热吧。等它俩凉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再打一把看看。因为第1把只打了8分钟嘛。我们刚刚待机了20分钟，2台手机都凉快下来了。现在真我还剩17的电。荣耀还有21%，现在是下午的5点26分，我们今天已经使用了5小时42分钟的手机了。接下来我们再打一把王者要哎10，正好是20了。哎，它刚刚一直是120帧，它电还多一些。真我垃圾啊！我感觉说算绿厂就是调的比较保守的那一批了吧，因为都是天玑9400 Plus 的处理器，那个 X8S 跟 X8S 加那个性能模式是非常狂暴的，均衡模式都比较保守。你看看它的嘴脸，它上午还在用那个机器呢。最后一把10v10，我的真我只开这个 GT 模式啊，其他的什么都调到正常的选项。看看能不能稳住吧，温度也降下来了。刚刚有人问我们说荣耀有没有拖影啊？你上午用有没有啊？什么拖影？没感觉到。没感觉到有什么明显拖影？可能我眼睛不太好。你有没有感觉到有什么拖影呢？我可能也没那么敏感吧，我也没感觉到，我觉得挺正常的。我说他怎么玩渣男？怎么就渣男了？谁？你老渣别人不是渣男吗？本来就是啊。刚刚差点被人渣。我操，一次渣了6、7个。看到一个很炸裂的消息，多炸裂啊！听说某厂即将发布的新机签了。好像不能播。能播吗？播不了。他说的啊，冲他。詹哥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这把游戏打了10分钟啊，真我这个网络感觉红了能有454吧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差，但是它帧率稳住了，都是120帧，只开了 GT 模式和这个144的高刷。荣耀呢，它的网络就红了一次，帧率呢也没有任何问题。现在真我还剩11%的电。荣耀还17%，怎么感觉这后面越来越越拉越大。鉴于这2台手机呢都还没有耗完电啊，那我们就来刷一下微博吧。可以看到2台手机的亮度现在都是在1半左右这个位置啊。那我们把2台手机全都拉到最高吧。左面还是荣耀啊。OK，全部拉到最高之后，很明显的就是右边的真我是要亮一些的。那我们现在来刷吧，2台手机都是5G 网络，今天应该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吧？又凉快，又没有强光，应该不太可能降亮度吧？有一说一吧，荣耀刷起来挺流畅的。
但是我感觉它刷的东西不是很多啊，就是你这样刷一下，感觉出来东西不是特别的多。可能阻尼调的比较大。对，但是它保证了一个流畅度啊。真我这边就跟欧系感觉差不多，到某一个地方会稍微卡一下的感觉啊，但是它刷出来的东西是要多一些的。而且这一次 GT Pro 跟 GT 感觉就不是一个产品吧，我感觉就完全不像一个系列的东西啊。感觉这个 GT Pro 应该放归到 Magic 7系列里面啊。如果你纠结荣耀 GT Pro 跟 Magic 7的话，那我直接推这台机器好吧？因为荣耀 Magic 7我就没觉得有什么很大亮点的地方。现在刷了大概3分半钟了，这个很明显是真我好亮啊！那今天就降不了亮度了，5分钟已经刷完了。两台手机现在荣耀是14%。真我是8%，亮度都是拉满的，没有问题。感觉机器都没什么热度啊，这个真我的亮度始终要高啊。现在是下午的5点56分啊，我们今天已经使用了6小时3分钟的手机了，两台手机都还有电啊，并且把我们至尊路的所有环节全部都走完了啊，7200毫安时这个数啊确实很顶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就打一架金抢占之战，哎，给它电耗完吧，看看谁获得胜利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是荣耀了，因为还有14%。啊，我只有7%了，差1倍了。你要相信你的那个超级省电模式，你知道吧144赫兹的金闪闪，你也相信吗？没事，我省电模式说不定只有60。我这3轮野钻还没打完，就剩5%的电了。打了2分钟有没有啊？差不多吧。你这个后面怎么这么崩啊？这个 GT 天哪，积的不是很 T 啊，感觉。就2%了。燃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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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级省电了，超级省电了，你继续呗。赶紧。荣耀还有6%的电。这个真我 GT7今天是用了6小时16分钟进入了超级省电模式啊，6小时16已经很不错了。这个续航应该和 GT7 Pro 差不太多，感觉可能比 GT7 Pro 可能还好一点。我现在在这个省电模式里面打金铲铲，这应该还是144的。确实啊，肯定不是60帧啊，还是挺流畅的。啊，不是60。对啊，它这个很流畅啊，挺流畅的。对，也不知道是不是144吧，但是肯定不是60。现在是晚上的6点15分，我这台真我没电了。6小时22分钟啊！此时荣耀还有3%，继续打吧。不行啊，我这把挺 C 的，我得充上电再来。啊，你这个我有省电模式。你这个3%怎么？我2%，他跟我说要进入超级省电模式了。荣耀是这样的，它2%就进。OK，还有30秒。可以取消吧？取消。哎，可以不进，可以不进嘞。不进嘛？那你接着打。6小时23还是啊？那待会还会进吗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那我就直接没了呗，我赶紧打复活赛呀，充电呀。你复活是我的号有什么用啊？当然你这个号我也不复活。我操，我赶紧拔了。你想的挺美。什么嘴脸啊你？我还是第2名啊。刚刚我把那个插的超级省电模式给取消了，我不知道它之后会不会进啊。反正现在只剩1%了。应该是不会进。我也要关机了吧？咋办啊？没事，你已经比他多好几分钟了。我再看他2分钟，我觉得他2分钟以内肯定坚持不了2分钟了。你迟到不关我们事啊！你到时候又挂了，我跟你说。这6点24了，我这1%还在坚挺中啊。这感觉没有进入省电模式，这1%很惊我吃饭去了，感觉很像，感觉他才是真正的绿茶。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他太持久了，我撑不住了。那我走了。拜拜。现在是晚上6点25啊，刚刚它弹出了，将在60秒内关机。那荣耀今天的使用时间就是6小时34分钟了。你看这里已经显0%了，你看没有？哦，看到了 ，OK。哇，那超过6个半小时，非常猛了。哎，我给你搞个3星沙米拉吧，我能不能递到？我操了，别关机啊，你妈的！我说我一张沙米拉递不着，他妈全在你那儿。关机了。没有。哎，你把你充电器给我算了，我给你吃了。哎，我3星炸弹人了，也行吧？哎，我要吗？哎，我操，关机了。哎，算了，应该也吃了。我现在非常的 C 啊，我要把这把打完再总结，大家再稍微等一会儿。反正是我的号。那么就由真我 GT7 开始今天的总结啊，它今天总体续航时间是6小时22分钟。荣耀呢，电池一样啊，但是压真我一头啊，多打了12分钟144赫兹至臻画质的金铲铲啊。如果是正常的负载的话，估计应该会比它多个6%、7%的电量了。今天真我的整体表现来看，我是非常不满意的。除了一点啊，它的屏幕亮度最大激发的会比较高，其他来说它的表现都非常的不好，尤其是跟定位导航相关的，它的步行轨迹是我们测过这么多手机以来可以说是最差的，好吧？最差的。然后它的车载导航在隧道里面也跳了3次，它的步行导航反应也慢，
哎呀，真的是除了一个大电池，我想不到什么还有推荐它的理由啊。但整体表现真的太不行了，它跟 GT7 Pro 完全就不是一个档位的，感觉有点对不起 GT 这个系列啊。而且它无论是均衡模式还是画质拉满的电竞模式，它都掉帧呢。GT 在哪也不知道，而且它又不像 GT6 一样那么有亮点呢，因为 GT6 的屏幕亮度是真的非常好，所以这个 GT7先放一边吧。我是觉得现在 GT7 Pro 降价了，我觉得大家可以斟酌一下啊。就是这台机器它毕竟还是一个塑料的边框，它的处理器也跟 GT7 Pro 不太一样啊，而且它的拍照也是肯定不如 GT7 Pro 的啊。虽然说 GT7 Pro 的电池要小一点点啊，但是它们的续航的差距应该不会特别大。我觉得大家如果不差那么几百块钱的预算的话，去买 GT7 Pro 会好一点。那么就是我慎方继续发言啊。其实真我还有2个地方稍好吧，就是它的微信视频上传啊要比荣耀快一点，还有在厕所的电信卡信号稍微好一点，还有就是它的微信前后置视角要广一点啊。除此之外，基本上就是这个荣耀完胜了啊。虽然今天的亮度整体表现不如它吧，但是也还算够用。游戏表现呢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啊，我才是真 GT 啊，看来。这 Pro 啊，对啊。还是有用的，对吧？并且呢，续航也比你好。感觉这台荣耀 GT Pro 呢，确实是荣耀比较有诚意的产品啊，比那个 GT 不知道好哪里去了。然后3000多块钱也不算特别贵吧，质感也比它好很多。金属边框。对，大家如果预算差不多在这个价位段的话，是可以考虑荣耀 GT Pro 的。但是我个人的话，我可能不会选择。一个方面就是它虽然电池很大，比较均匀嘛，但是接下来会有一波终端的大电池的新机啊，所以就是可以斟酌观望一下啊。至于拍照的部分呢，我们就交给大师。这2台手机的拍照其实我觉得没有特别多好说的，因为硬件差距是比较大的。超广角和长焦呢，那肯定是荣耀嘛，对吧？但是从拍摄的观感，尤其是那个取景框的那个观感，我觉得是真我要好很多的，它是更真实，然后更自然一点的。然后荣耀这边呢，就感觉整体都偏蓝吧，然后那个色调我也不是特别喜欢。而且荣耀的这一颗长焦它是没有很明显的长焦微距的啊，它那个近距离的拍摄呢，其实是还有点不如这个 GT7 放到2倍的啊。我觉得大家对它的影像呢就不要有太高的期望了。但是视频录制这一块呢，我觉得它的防抖是更好的，然后它的前置摄像头是可以支持 4K 60帧的，真我呢就只支持 1080P 60帧啊。但是前置录出来的效果呢，荣耀是美颜感觉比较严重的。然后真我会相对真实一点啊，但是毕竟硬件差距这么大嘛，那大家就各取所需了。如果你对于拍照没有很高的要求的话，真我也还行了。但是荣耀这边的话，超广角和长焦还是，毕竟硬件摆在这儿，那肯定还是领先挺多的。今天虽然气温不是很高吧，但是亮也是有那么亮的，并且2台手机都是撑完了我们的至尊路所有的项目啊。这台荣耀就更离谱啊，比它还多打了12分钟，这么高负载的金闪燃之战，所以我觉得荣耀的这台手机它的续航确实一个很大的亮点吧。当然了，这个真我机体也不差，但如果在意续航的话，确实可以考虑这2台手机的。我们今天这个负载真的除了温度和阳光直射之外，真的是拉满了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啊！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不要忘记一键3加关注，更多精彩视频请继续关注离线玩家 online 啊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你们肉眼可见的很累了。